大佬黄泉果实。目前草帽团主力4人组就是路飞、索隆、山治、甚平了吧？那剩下的伙伴最接近这个级别的应该就是布鲁克了。布鲁克距离主力只差一个大号密码，当然大号虽然是个梗，但黄泉果实是实打实的强，1颗更比4颗强。因为黄泉果实集合了4颗果实的优势能力。第一颗就是大妈的魂魂果实，准确的说是，如果在实力对等的情况下，黄泉果实对魂魂果实有绝对的压制力，这2颗果实感觉有克制关系。在布鲁克封神之地蛋糕岛，大妈的霍米兹最怕草帽团的2个人，一个是拿着大妈生命卡的娜美，一个就是布鲁克。大妈抽国民的生命造霍米兹，布鲁克抽霍米兹成就灵魂之王，食物链顶端的存在。即便是面对普罗米修斯、宙斯这样的高级霍米兹，布鲁克也能拿捏，划伤了普罗米修斯的脸，宙斯更是被布鲁克梅开二度。面对大妈本人，布鲁克当时没招，只能靠自己的魅力把大妈给睡了。不过遇强则强，灵魂之王，这个潜力不可限量。第二，黄泉果实有罗的手术果实最 bug 的一个能力，手术果实可以给别人做不老手术，黄泉果实不仅能让自己重生，甚至是永生。布鲁克比较脆弱的就是他的骨头，但他的骨头受到一定损害后，对他造不成什么伤害，而且喝牛奶长牙补骨头这个操作，让他根本就很难死啊！啊不对，他本来就已经死了，这才是最无敌的。那就算布鲁克的骨灰被人给扬了，理论上灵魂还是可以继续存活的，能不能找到别人的身体寄宿那就不知道了。总之，布鲁克这辈子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彻彻底底的死去。第三，黄泉果实有灵魂果实的玩法，佩罗娜的幽灵看得见摸不着，神出鬼没鬼鬼祟祟，能穿墙有意识，布鲁克一样可以做到。用这一招去刺探情报，吓人恶作剧简直屡试不爽。别人想抓这些飘来飘去的东西还抓不到，想躲还躲不掉。要说佩罗娜的天敌还有个乌索普，而布鲁克最大的敌人那只有自己了，因为他总是自己被自己给吓到。第四，黄泉果实有轻质冰冻果实的能力。布鲁克号称小轻质，2年后习得黄泉寒气，斩击中附带冰冻效果，可以瞬间冰封敌人。在蛋糕岛和欧文上演海贼版的庞克哈萨德元帅之争。在和之国，布鲁克虽然没有正儿八经的对位敌人，给罗宾打辅助，但操作一样精彩，瞬间就把那个狂妄的哈巴狗跑轮给浇灭了。然后一个小冰河时代，给整个房间降降温，再来个帅气的冰上滑步和风骚的收剑，一气呵成。这么看来，除了冰冻范围现在还不如轻质，感觉其他的也大差不差了。看到这一幕，我只想说，冰冻果实狗都不还不至于，还不至于，还不至于。话说黄泉果实吃1颗等于吃4颗，这也多亏布鲁克开发的好，还有一手精妙的剑术加持，不然黄泉果实在战斗力方面下限还是蛮低的。但感觉黄泉果实的上限还没有开发到极限，而且布鲁克经常干一些扮猪吃虎的事儿，说着最不经意的话，干着最屌的事情。这也是为啥感觉布鲁克最接近主力级别的伙伴没有之一了，因为他靠这手能力干出什么大佬级别的操作都不奇怪。女帝的那些经典装扮，海贼王里的女性角色的日常穿搭，女帝也许不是最清凉的，但却是最特别的。女帝爱穿旗袍，但这并不影响她施展强大的 T 技。初登场的这一款很有女王气质，上来一招美楼美楼美楼，天天干风，就把一船海军给解决了。五鼠中将也只能是人不狠站不稳。这款算是女帝的常穿款，包括顶上战争后、2年后以及现在都有出现。期间女帝换过2套居家服，一套是路飞误入女帝浴室后换上的白紫色浴袍，还给了路飞一记稳枪，只可惜魅惑不了路飞这个憨憨。还有就是爱上路飞后那身大红睡衣，这2款的款式都差不多，都是大花领子荷叶袖，外加一条可以是各种颜色的飘带。不过这件大红睡衣经过修改后，2年后穿在了路飞的身上。之后女帝就开始发力展示自己旗袍王的风范。送路飞去推进城的时候，里面是一件黄色旗袍，外面套了一件薄薄的花瓣袖的红色外搭，最外面披了一件带有斑点的披风。乍一看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奶牛，这件奶牛披风2年后也是送给了路飞。女帝身高1.91米，这件披风穿在路飞身上相当不合适，最后也是在战乱中被遗落在了香波地群岛。顶上战争时，女帝穿了一件紫色的旗袍，那种大开叉的设计倒也非常适合女帝施展 T 技，大开大合之间有一种隐约之美。曾用一招飘逸的方向脚踢爆了和平主义者的头，衣服上印满了9蛇海贼团的标志，也是相当经典的一套婚纱礼服。虽然很漂亮吧，可这套衣服只存在于女帝的幻想当中。在这个基础上还有衍生款，就是戴着头纱穿着礼服的女帝，还套了个围裙给路飞做饭送吃的。在 3D2Y 里，女帝也穿了一件紫色旗袍，但是和顶上战争中的不一样，这一件只有裙摆上有一个大大的 logo， 扣子则是特别的蝴蝶结造型。女帝小的时候穿的非常有亚马逊百合的特色，一件露肩的上衣，外加亚马逊百合特色的裙子，还有长袜加靴子。这个风格现在那里也有人这样穿，比如玛格丽特。小时候的女帝还是蛮卡哇伊的。特别款战斗服，这个目前是只出现在剧场版和原创剧集里的一套，黑色调为主，鲜艳色调点缀，款式上基本上是沿袭了女帝初登场的那套，但布料好像是稍微增加了一些。女帝就是穿着这套衣服施展了威力强大的大方向脚，为了路飞而去单挑巴雷特。
女帝的这些经典穿搭，你最喜欢哪一款呢？感觉初登场的那款和紫色旗袍的是最经典的，尤其是紫色旗袍的时候，保护路飞，女友力爆棚有没有？只要路飞伤到位，女帝四皇干到废。海贼王中那些非同一般的猴，尾田对动物，尤其是对猴子有多么的感兴趣，在海贼王里就可见一斑。说到猴子，那就不得不说 Monkey D 家族了。既是猴子，也有捣蛋鬼的意思。蒙奇家族里最像猴的，莫过于路飞了。飞檐走壁，灵活搞怪，很多人都有动物化的形象，那路飞毫无疑问就是猴子了。路飞经常被人叫做猴子，比如老沙就叫过。除了身手和气质，路飞常常自报家门，欧雷哇 Monkey D 路飞，那别人听起来岂不就是我是猴子弟路飞？鹰眼家的狒狒，相较于人类，有着社交恐惧症的鹰眼似乎更喜欢和狒狒生活在一起，而且这些狒狒绝不可小觑，他们号称人类模仿者，后来学会了索隆、三刀流、牛鬼永爪和龙卷风等技能，甚至是新技能之外的全套技能。后来更是有着拿着正版无上大快刀叶的狒狒王出马。现如今，鹰眼加入十字工会，不知道有没有带着这些既会鹰眼又会索隆技能的狒狒出海。海军本部大将黄猿，既然海军是个动物园，那自然少不了猴子。黄老舅可谓是把猴子的精明和灵活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贝克曼拿枪指着他，他装模作样的给你投降，只要稍微一走神儿，他反手就把贝克曼的手机给抢走了。贝克曼还不好抓他，就是类似这样一个感觉。和路飞完全不一样的是，路飞是个励志猴，是个莽猴，没有香蕉他自己去抢，而黄猿是个放水猴，是个懒猴，不给香蕉就不干活。白胡子大船团的猴子隶属于白胡子麾下海贼团的，尤其是多玛，背上经常趴着一只猴子。多玛的这只猴是个偷袭猴，江湖上流传着一句话，要想战胜多玛，首先打败他的猴。试想一下，你正在和双刀流的多玛打得不可开交，多玛背后的猴冒出来，没事给你一枪，没事再来一刀，这谁受得了？除非像艾斯这样的对其有压制性的实力或者 AOE 伤害的，否则普通剑士还真不好收拾多玛和他的猴。无独有偶，红发海贼团的编制背后也趴着一只猴，名叫猛士达。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流传开这么一个传说，猛士达是凯多最强生物最有力的争夺者。现如今凯多落败，这只能单挑凯多的猴已然成了最强生物。不过既然猛士达的定位是船员，而且是元老级船员，那海军称红发团为铁臂海贼团，实力悬赏最均衡，那猛士达是不是确实也是铁臂中的一环，有着高额悬赏呢？拥有鸣歌实力的大猩猩，还记得在路飞修炼的那座岛上有很多猛兽，一些强悍的猿类激发出了路飞4档猿王枪等强力的技能。不过当时路飞跟雷利抱怨自己遇到了一只巨大的大猩猩，猿王枪打不过他，因此后来就有了大猿王枪，顺利击败了那只大猩猩。在德岛上，路飞也正是用此招击败了鸣歌，所以这是在说大猿王枪等于大猩猩等于鸣歌吗？路飞4档打不过克利架就算了，居然用击败大猩猩的同款技能击败了堂堂七武海鸣歌，感觉尾田才是最大的鸣黑。鸣哥在监狱里感叹，这个世界离谱的事情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战国身边的大猩猩在战国退休后首次出现，当时这只大猩猩把手里的东西吃完后，对着战国发脾气要吃的。战国喜欢养一些比较奇怪的动物，比如碎纸机山羊，不知道这只大猩猩有什么奇特的能力。女帝家的拉车猴子，他们带着斗笠，非常的听话，负责拉车和搬运食物。自从爱上路飞后，女帝不知道在哪弄来了一只小猴子，给他穿上了有路飞头像的衣服和草帽，还给他喂路飞最爱的棒骨肉。显然女帝在玩什么很奇怪的 cosplay。 牛头大猩猩凯多原本没觉得凯多跟猴子有啥关系，但是自从知道大和是如何称呼自己的慈父的，才感觉这个绰号确实还比较形象的，所以凯多是个牛头大猩猩，至少在大和心目中是这样的。栗子头大叔身边的2个，一个人猿一个猩猩，他们非常讲义气，和路飞相识后还送路飞他们去了空岛，随后跟随栗子头大叔继续追求梦想去了。所以海贼王里的动物元素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尤其是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个性迥异的猴子。草帽团的传统技艺海底捞，在海贼王中有一条铁律，恶魔果实能力者被水淹没就会瘫软无力，所以一群能力者中必须要有非能力者，否则他们只能中午出航，因为早晚会喂海王类。路飞到海里洗澡喝水的次数真是不少，但能屡次化险为夷，这也多亏了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捞尸大队，共计8人。根据水下能力，慎平靠着碾压级的天赋，当之无愧的海底捞大队长。索隆贡献颇多，可以是终身成就名誉队长。副队长山治，主力弗兰奇、娜美，乌索普是替补队员。另外还有2个编外特殊人员，布鲁克和乔巴，效率值负200，一个救不上来，还得搭进去俩。布鲁克在水下虽然不行，但在水面上身轻如燕，一路狂奔并不会沉下去，这个就另说了。首先，山治的海底捞风格就是技巧中带着智慧。面对自带天赋的鱼人，山治不仅能及时救出被困在水底的路飞，还能对鱼人完成反杀，调虎离山，突入雨燕，解救被困在海楼石监狱的伙伴们，将路飞捞上来。在水下用强大的见闻色搜寻警卫们的身体，在毒气马上就要封住出口的时候，山治的海刑部加上娜美本就擅长水性的身体，可谓是强强联合，
千钧一发之际冲出水面，连索隆看到都不禁感叹这极限操作。在剧场版中，山治也没少冲在捞人的第一线，可以说是捞尸大队中的中流砥柱。索隆的海底捞风格是勤劳中带着忠诚，索隆捞的最多的就是路飞和乔巴，有一次例外是捞斯摩格。本来索隆不理解，但这是船长的命令，索隆也没有怨言的执行了。但他必然会把路痴属性带到水里。在路飞落水后，索隆第一个游过去要施救，但很快就迷路了。不料其他伙伴开船紧随其后，处在视野盲区的索隆直接被无情撞翻，主要是其他人还都没有发现。索隆除了日常捞路飞，对于人来说，他的肺活量堪称恐怖，靠着一口气在水下可以 PK 空岛鲨鱼和霍迪琼斯，而且还能打赢。弗兰奇呢，他参与海底捞的次数不多，但他的水性也是极好的，尤其是2年后在水里来势汹汹的气势，还把娜美吓了一跳。一看是弗兰奇，手里还揽着被水流卷走的罗宾。2年前还未进一步改造的弗兰奇，可以和会跃步的鹦鹉猫头鹰在司法岛瀑布边缘周旋，最后机智地完成反杀。弗兰奇还将巨大化的乔巴打入水中，一是让他恢复原状，同时也是为了救他。不过弗兰奇把乔巴捞上来后，用脚给乔巴做急救按压，也是挺别致的。娜美也是，众所周知，她拥有极好的水性和天赋。在大伙被渔人岛的水流冲散后，其他人要么是被凯米所救，要么是伙伴们互相救援。娜美自力更生，自己就能平安上岸。她捞过索隆，捞过乌索普，捞过路飞，捞过布鲁克，所以可不能低估了娜美的海底捞能力。她也是草帽团捞尸大队主力中的一员。乌索普也会游泳，但是因为其他人一个个天赋异禀，不是铁人就是铁肺，太能捞了，就显不着乌索普了。只有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作为替补队员的乌索普才会搭把手。尽管以前草帽团捞尸队的阵容就挺不错了，但毕竟都是人，遇到强大水流的时候还是力不从心。司法岛那会儿还是可可罗婆婆关键时刻显露真身，把一帮人连惊带吓的给拖上了船。后来慎平登场，没多久就展示了拿手绝活，堪称是一个人救了一船人，把路飞、巴基、三哥他们捞上来，整整齐齐、满满当当的摆在甲板上，自然的烘干晾晒，晾衣服的天天见，晾人的还是头一回。另外，慎平的海底捞能力还有传送功能，海流过肩摔，直接把老沙等人送到军舰上，还有把路飞送到包围壁之内，这个是非常实用的。除了以上几人，还要着重提一下2个特殊编外人员，布鲁克、乔巴，他们是跳下去的快，被捞上来的也快，奋不顾身虽然本是令人感动的词语，但是放在他俩身上突然好笑了起来。草帽团这个阵容还是非常合理的，能力者不多不少，捞尸队的队员擅长的都各有侧重点，即便是小组分头行动，也可以保证至少分配到一个会游泳的。论海底捞，没人比草帽团更懂如何捞人。那些放走了路飞还暗自高兴的对手，在一路的冒险中，路飞曾经多次绝处逢生，溜之大吉，说他开挂，调侃归调侃，但很多事儿路飞要么该做的都做到了，要么是沾亲带故。很多对手本质上都不坏，内心认可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纠缠，也再正常不过。不过这些对手有演的自然的，也有不怎么会演的。说到放跑路飞，那绝对少不了黄猿。黄猿是卧底这个老梗，根本都不需要解释，便自带说服力。香波地那会儿，黄老爷子最后划水摸鱼那态度，怎么看怎么像是跟熊和雷利事先串通好演了一局似的。如果这个还不够明显，顶上战争最后，黄猿亲自让路飞他们给溜了，黄猿就当着赤犬的面说，这要是都能给他们跑了，那只能怪他们的运气太好了。听听这话，脸上还略带一丝笑意，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戏谑。旁边的赤犬头破血流，一言不发。如果实力允许，赤犬真的想原地掐死衣服微脏的黄猿。老实交代，你的见闻色是不是蒙基地龙教的？还有时任七武海的熊叔叔帮侄儿合情合理，不仅瞒着世界政府放走草帽团，还帮龙检验了一下路飞伙伴们的质量。香波地群岛上又送他们去各自修炼，最后深藏功与名。熊本来很温柔，只是被改造了才冷冰冰。其实当时熊那仅存的一丝意识里，应该是无比欣慰的。还有青雉，在司法岛路飞突围后也并没有脱离险地，附近的青雉只要来个 SA 击，一个都跑不了。但就当被涡流扰乱的海军重整旗鼓，准备追击的时候，青雉说不用了，这次是我们惨败。后来卡普来历练自己的孙子，青雉干脆抱着个躺椅，跟没事人一样在甲板上打瞌睡。青雉可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是俩眼都闭上了，还戴上了眼罩。草帽团用风来爆破溜之大吉后，来看海军们的反应。卡普和科比太明显了，一个个喜笑颜开。青雉缓缓推开眼罩，也带有一丝欣喜之意，就差来一句路飞罗宾你们一路小心。最搞的是卡普最后说了句这下没办法了，被他们给跑了。青雉回了句没错，我确认过了。和黄猿那句只能怪他们运气太好如出一辙。有一说一，大哥你躺在那儿可是一次手都没出过呀。不过动漫里青雉的话被删减了，不知道是不是为了保护青雉某革命组织上的身份。
然后是斯摩格，他就属于不太会演的。为了还路飞的救命之恩，在阿拉巴斯坦网开一面，不继续追捕路飞。结果被路飞稍微挑逗了一下，斯摩格的脸就红得跟猴屁股一样。老沙战败后，海军这边由缇娜追捕草帽团，但被小冯给耍了。后来缇娜和斯摩格通话，往常脾气火爆的斯摩格听到路飞逃走后却如此平静，缇娜立刻就察觉到了斯摩格在暗暗高兴。斯摩格还在那儿装傻，看电话虫就能看出来，电话虫能模仿对面人的情绪，而这只电话虫双颊好像泛红了。斯摩格好歹最起码还演，还有人感觉连演都懒得演了，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想放路飞走。这人就是藤虎，藤虎实在难以对尊老爱幼、单纯善良的路飞下死手，既能施法前摇，藏得离谱，再加上后来得到人民冒死来拥护路飞，正好藤虎放海的理由也有了。不过这石头抬都抬起来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藤虎干脆砸了几条无关紧要的船，还直截了当地说，这就当是为你践行吧，草帽小子。藤虎还为自己自残双目而后悔，想看看路飞的脸，一定是长着一张温和的脸吧。藤虎还感谢路飞给政府擦屁股，真情流露之际，甚至都没有察觉，悄悄靠上来的战国都偷听到了。不过卸任元帅后的战国显然也转变了很多，对藤虎的做法也是挺支持的。还有泽法，他和路飞酣畅淋漓地打了一场，他放走路飞的原因和上面还不太一样。在泽法看来，卡普和路飞的性格极为相似，卡普的好感加成，这一点多多少少会有。再就是泽法想要毁灭新世界，看似痛恨海贼，其实心底里更多的是对海军的怨念吧。当他遇到路飞后，泽法回想起谁当年还不是个有梦的热血少年了。路飞和其他海贼不一样，或者说路飞根本就不是个海贼。就这样，泽法选择和围剿上来的海军做个了断，让路飞他们重新出航去追逐梦想。一直以来，路飞决定打败的对手，那一定要把他揍飞。但卡尔有些不一样，两人在战斗上确实没分出胜负，都留着一口气，要打还能打。但卡尔却输得心服口服，你看到了更远的未来，往后一躺歇着了。两人彼此都是可敬的对手，互相认可，输赢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不过在路飞成功逃离万国海域后，布磊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卡尔，卡尔的脸微微一侧，露出了发自内心的一抹笑。除了卡尔，其他对路飞有这种奇特情感的人大多都是海军，这也侧面说明海军中不乏有能明辨是非对错、贯彻善良正义的好军官。海军可以称作是路飞的对手，但绝不是反派，这也是尾田处理得很细的一个地方，很好的平衡了这种善恶关系，让海贼王的世界更有人情味儿，每个人更加有自己独特的初衷和魅力。的缘分，娜美这一路上跟不少老爷爷结下过奇妙缘分。早在可可西亚村的时候，一个老医生给索隆他们治疗后，又给娜美处理手臂上的伤口和刺青。只不过看得出来，娜美还真没把这老头当外人啊。而这个老爷子可以说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稳，并且老爷子多才多艺，干得了医生的活，也做得了纹身师的事儿，给娜美弄了现在的这个刺青。在山羊岛，娜美跟钱尼老头下棋，结果把船给输进去了，还好棋牌高手罗宾出手挽回败局。不过路飞他们帮他干活，娜美哄他开心。虽然娜美的目的只是想套他的财宝，罗宾帮他按摩，草帽一伙帮他坚定了出海的梦想，老头也算是此生无憾了。在恐怖3围帆船期间，娜美被送到了一个僵尸老头这里。这个糟老头子是为阿布萨罗姆办事的，他的任务是要给娜美清洁和换一身婚纱，然后送去给阿布结婚。结果这个僵尸老头真的完成了这一次任务。随后阿布和昏迷中的娜美在教堂举办婚礼，结婚这一段属实是满满的恶趣味。然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老头垂涎娜美，就是金狮子。埃特沃尔海战是金狮子一辈子的心理阴影，或许是从那以后他对天气和航海尤为看重。虽然金狮子有着天气预测团队，但他更想要一个对天气敏感的天才航海士，所以金狮子指名道姓直接就想要精通航海术的娜美，将娜美掳走，跟路飞抢人，而且还在剧场版里，所以金狮子下场很惨。2年修炼期间，娜美到了有好多老头在的小空岛维萨利亚。然而娜美刚到这里的时候，再一次在昏迷的时候被换了衣服。娜美在哈雷达这里也见识到了未曾见过的东西，比如风之节和云堂、气象船什么的。娜美有时候跟哈雷达外出，用气象科学帮助有困难的地区，这样让娜美对气象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当然小空岛上还有其他很多老头，但是他们对娜美偷走研究资料、气象球和挟持哈雷达的操作感到不满。不过娜美撒娇是很在行的，可能乌索普并不吃这一套，但这一招直接把空岛老头们给整迷糊了。娜美又撒娇卖萌，又是扬言跳岛，可把这群老头给忙坏了。最后反客为主，娜美完美拿捏这些人。要说娜美身边还有哪些老头，自家船上的不懂就问的布鲁克，布鲁克可没少主动或被动的在娜美这里得到好处。在联动番外篇中，娜美还遇到过龟仙人，龟仙人在这里还体会到了2年重聚时娜美对乌索普的待遇。布鲁克和龟仙人在这方面是非常相似的。
可能布鲁克会更绅士一点，但结果都一样，被一脚踢飞。海贼王里那些奇奇怪怪的岛屿，一雷神岛，一座常年电闪雷鸣的岛屿，在这座岛上货真价实的雷电宛如雨下，不过艾尼路倒是可以安心的拎包入住，路飞布鲁克这样的也可以免疫雷电。这座被雷电笼罩的岛屿位于新世界，从愚人岛出来后，指针指向3座岛屿，其中最危险的就是雷神岛。斯摩格判断，以路飞的性格，一定会去雷神岛。结果，路飞半路接到了庞克哈萨德的求救电话，顿时对那3座岛没了兴趣，直接就去了庞克哈萨德。另外，超新星怪僧乌尔基也曾经到过雷神岛，而且还遇到了一个卖雨伞的、让人背脊发凉的老婆婆。庞克哈萨德，也就是冰火岛，顾名思义，冰火两重天。顶上战争后，青雉和赤犬2大自然系强者在这里打了10天，硬是把一座岛的气候打得发生了剧烈变化，一半热得像在蒸炉里，一半冷得像在冰窟里。而且岛屿中心有个中心湖，也是2个大佬的杰作。原本是打的出现了个坑洞，但海水顺着岛屿的裂缝涌入坑洞内，形成了湖泊，所以这个湖里会有原本生活在海里的生物，比如鲨鱼。因而在这座岛上，肉体和精神都会受到双重折磨。燃烧岛位于新世界，黑胡子一伙人曾经在这里短暂停留过，并调戏捕获的超新星波妮。岛上到处都是焦土和熊熊烈火，还有已经被烤得滚烫的石头。这种环境和高温并不适合人类生存。不过岛上有看样子很古老但不知来历的巨石雕像，当时黑胡子一伙在这里还妄想和海军做交易，但看到了赤犬带着满满的诚意来了，黑胡子受宠若惊，直接撒腿跑了。新世界的一座春岛，这里气候还不错，超新星阿普2年期间曾经到过这里，这里还生活着一群生猛的野猪大军。但最神奇的就是从岛的崖边往海里跳并不会坠海，而是可以继续往天上跑，所以在这里等同于所有人所有动物都会跃步。波音列岛，这是乌索普2年修炼的地方，蓝天白云，枝繁叶茂，重要的是这里还有很多吃的，但这些都是能将人一步一步拉向深渊的美好表象。这座岛不是常理上的岛屿，是一种食肉植物，味之难绝。当它进食的时候，中间的血盆大口就会张开，周围的花瓣就会合拢，让所有猎物掉入它的嘴里。而且岛上还有食人植物，越向岛的外侧，植物就越强大。佐乌，这里居住着毛皮族，因为城市是在象主的背上，也称象背上的国家，而且象主是时刻移动的，所以靠记录指针是找不到这座所谓移动的岛屿。如果有伙伴在上面，才能靠生命卡追寻其足迹，而且如何到达象主背上也要动点脑筋。山治他们是用凯撒气球飘上去的，路飞他们是骑着堪十郎画的龙爬上去的。长链岛由10个小岛屿环成一个圆状，因整体形状像是一圈链条而得名。岛上的动物和植物要么特别高，要么特别长，比如很高的熊、很长的狗、很长的苹果等其他的奇奇怪怪诸如此类的动植物。海贼王里有特色的岛屿还有很多很多，这期说不动了，所以下期视频再见。海贼王里那些奇奇怪怪的小细节，乔巴2年后登场，除了服装上的变化，那个时候还攥着一根不知道在哪里捡来的小木棒，敲来敲去，或许看起来是很正常的小细节，其实在2年前的空岛丛林冒险时就埋下了伏笔。当时路飞手里就拿了一根小木棍，乔巴呢就特别好奇，特别羡慕，特别想玩，在路飞旁边发出渴望的赞叹。之后乔巴也如愿以偿得到了一根树枝，所以乔巴对这种小树枝小木棒的情有独钟在这里就有了。还记得给索隆送饭团的那个小女孩，后来她出现在扉页里，已经成长了不少，一如既往的可爱。她在当初那个153海军基地做饭团，现在已经能做得很好了。右下方还贴着路飞顶上战争后4亿版本的悬赏令。当然即便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也可能会莫名出现，比如路飞当初画的那条美人鱼娜美，后来在回忆以及王妃的那段里出现了。既然尾田连这个都能记得，所以阿金什么时候出现？在百济克洛的回忆里，当年有一个被他踩碎下巴的海军，而这个海军在前几话就已经出现过了，没错，就是大名鼎鼎的父皇蒙卡，所以他的下巴是铁做的就不奇怪了。比较戏剧性的是，路飞将克洛打败，等于是帮蒙卡大佐报了仇。然而蒙卡后来又稀里糊涂砍了路飞爷爷卡普一斧子，再后来蒙卡的儿子贝鲁梅伯又命中注定的跟科比一起成了卡普的学生。当然贝鲁梅伯和科比早就和路飞认识了，这种恩怨闭环那只能说是缘妙不可言。众所周知，索隆不仅是个路痴，还是个路痴，很宠乔巴。山治喜欢女人，尤其是娜美，要问喜欢到什么程度，那就是索隆做梦都有乔巴。
山治做梦都有娜美。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山治和索隆的梦里都出现了彼此，虽然依旧是在打架，但是同一时间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梦，堪称是无与伦比的默契了。索隆口嫌体正直的属性也是出了名的，在山治离开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关于山治的事情，索隆就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在一边说风凉话，似乎全程完全不在意山治。但索隆说的话值得细细品。当大家在波克穆斯那里商议完后，路飞激动地跑出去找乔巴，突然发现索隆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偷偷靠在门外了。路飞这一句你其实也很担心山治吧，然后索隆的言辞突然变得和平时不太一样了。山治的口头禅是踹，索隆是砍，但这个时候有趣的是，某个人砍着砍着就变成踹了。专业搅局的沙帽组合，路飞和老沙在沙漠互相伤害，连蹬带踹，人仰马翻。海军海贼很多都知道老沙跟路飞有仇，但是不明真相的海军万万没想到，顶上战争开局没多久，老沙和路飞这俩仇人居然组团一起来了马林凡多，和草帽小队的其他人巍然站在舞台中央。此时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几个人身上，第一个疯的是战国，又他喵的是你的家人啊卡普，这个又字是很精髓了，这句话也是莫名的搞笑了。与此同时卡普也疯了，爷爷血压飙升，瞬间上头，他也没想到路飞居然马人来战场了。明哥的第一关注点还是自己的同行们，倒不如说是在乎计划中的沙县小吃明天能不能挂牌营业。而斯摩格在思考一个更特别的问题，草帽小子加沙鳄鱼，这是个什么组合？当然可以叫他们草鱼组合，也可以是沙帽组合。斯摩格郁闷了，那会儿他在阿拉巴斯坦的时候，这两个人明明是把对方往死里锤啊，现在怎么在一起了？而全场最忙的两个人也就是路飞和老沙了，这俩人虽然之前各费了大半条命互相伤害，但是在这里却莫名的有一种默契。战国中途2次对艾斯下令行刑，一次被老沙突如其来的沙刀终止，一次被路飞突如其来的霸王色终止，所以沙帽组合堪称是战场上最强搅屎棍。路飞一路往前跑，被老黄往回踢了好几次，爬起来再跑，几个小时几乎没停歇，每个阶段都会有人来他身边为他护航。有人护航也就算了，卡普光天化日空技能，黄猿这招属实无语。战国还专门变了个身给路飞做 SPA， 果然白胡子让队长们全力掩护路飞上处刑台，这个策略是多么明智之举，换别人在卡普这里就先跪了。老沙搅和战局那就更专业了，别的不要，就仗着5-5开局就想找白胡子单挑，与四皇为敌，然后在战国面前耍沙刀，与海军为敌，勾引明哥，耍的明哥全场几乎没干啥正经事儿，继续和七武海为敌。老沙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后面干脆直接和白团队长们站在一起，和赤犬为敌。老沙还真是全场打野干可，而且完全没有规律可言，永远不知道老沙下一个要怼谁。这一切其实都只是因为老沙心情不太好。当白胡子遇到会撒娇的光月玉田，光月玉田偷偷摸摸出海几10次都失败了，而第一个真正将玉田带向广阔大海的人是白胡子。那时玉田认为和之国太压抑太无趣，一直都想出海看看更大的世界，恰好白胡子海贼团的船搁浅在和之国9里，需要休整。对玉田来说，海贼来了这个消息让他这个猛男无比兴奋，疯疯癫癫的朝白胡子跑来。白胡子一早就看出来这不是个好对付的家伙，不过警惕的白胡子也不知道玉田是什么目的，所以两人一碰面就开始咣咣一顿干架，两人短兵相接，霸气互刚，打的是相当激烈。玉田一边说出想跟白胡子出海的意愿后，一边又放出2刀流桃园白龙。白胡子这下懂了，心想你说你有事就直说呗，上来就嗷嗷一顿操作，什么个意思？有点生气的白胡子开启阵阵果实能力，空手接白刃，直接一拳把玉田给锤懵逼了。被打飞后的玉田也验证了白胡子的强大，决定不换了哈，就这个团了。玉田请求上白胡子的船，但现在困扰白胡子的不是玉田，而是船坏了走不了。船坏了那就修。玉田一伙和白胡子海贼团还开开心心开了场宴会，白胡子他们尝了从来没有吃过的关东煮，玉田也尝了白胡子带来的葡萄酒。期间玉田又提起出海的事情，但白胡子嘴上是拒绝的，因为他看玉田这小子属实是没看出来有个好人样。在白胡子面前过于亢奋的玉田被警卫们他们绑起来拖走了。此后玉田就变成了疯狂撒娇的猛男，整天缠着白胡子。2周之后的夜晚，被缠得够够的白胡子趁夜色准备溜了溜了，没想到精明的玉田跟了过来，还企图借上厕所之由骗过负责看守他的乙藏。玉田用铁链拴住桅杆原地起飞，他也没想到乙藏预判了他的预判，也跟了过来。白胡子无奈让马尔科先把乙藏带上船，乙藏也就是后来白团16番队队长。不过白胡子跟玉田结下了3天的约定，也是白胡子对他的试炼。3天过去，玉田在水里都泡成球了，全身浮肿，死也不松手。
其实傲娇的白胡子早就认可他了，就连马尔科他们也为玉田加油，但玉田最后时刻还是放手了，因为他听到了女人的呼唤。好家伙，可以，这波操作很山治。在这里，玉田救下了天月石，也就是后来他的老婆光月石，捡了个老婆，还得到了白胡子的认可。玉田这波大赚，当然最后他也如愿跟白胡子一起出海了。当草帽一伙的悬赏令传向世界，香波地群岛上，布鲁克的经纪人们看到消息后砸桌子撕报纸，无比愤怒，因为大明星布鲁克一声不吭的就跑路了，狠狠地水了他们一次，断了他们的财路。某海域的上空，乌索普的师傅海克利斯坐着独角仙，看着报纸，悠闲的在兜风。小空岛，这是娜美2年修炼的地方，因为几个老头被娜美嘲讽过老土不时髦，所以一把年纪了还要研究研究穿搭。现在已然变成了几个潮老头，他们只是希望娜美再回来时能夸一夸他们。而鹰眼这边就淡定多了，一手拿着报纸，一手拿着饭团，看着关于索隆的消息，和佩罗娜还有这群狒狒们一起打理自己的菜园子。卡马巴卡王国小伊万这群人此刻似乎并没有在意这方面的信息，反而是在布置革命军的开会桌，因为一个花瓶的摆放位置而吵得不可开交。愚人岛这里的孩子们都戴着英雄路飞的同款草帽，和白星公主、鲨鱼王子打招呼，而这些草帽都是盛平从外面批发过来的。盛平之前跟一个孩子承诺过，最后也说到做到了。香波地雷利老爷子一如既往的在赌博，看来今天运气不错。等会儿，这个最右边的人和同样好赌的藤虎大叔好像，这气质，这五官，这装扮。不过这位大叔眼睛上没有疤，比藤虎瘦，显然只是神似。一旁的荷官催促雷利赶紧下注，雷利的关注点全在徒儿路飞身上，因为路飞赏金5亿，雷利兴奋地摆出了5的手势，荷官也伸出5跟他确认。好吧，希望这次不是又把自己输到人贩子手里。之后雷利将悬赏令给路飞2年期间的陪练小弟们看，小弟们喜极而泣。路飞2年后4档的招式名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些猛兽而起的。女儿岛，看样子女帝这是又春心荡漾了，把悬赏令的金额乱七八糟的全砍掉，将照片放大成巨幅海报挂在宫殿外墙上，而女帝则是羞涩的不敢回头看。四海为家的青雉一边撸串一边看报纸，身后是他的新伙伴，一只叫骆驼的企鹅。一座正在举办婚礼的岛上，红发海贼团在此。耶稣布看到儿子乌索普的消息，并且还被人称之为神乌索普，耶稣布乐得合不拢嘴，老爹是耶稣，儿子是神，这还呼应上了。朝南红发高高举着报纸，欣慰地笑着，红发这印花的大花裤子可比报纸好看多了。霸道总裁、路痴男神和傲娇罗海贼王中开始看似不强，实际上很强的人。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有些人上来看起来不是很强，但后面所展示的实力和他的第一印象不说2极反转，那也是差别很大。说到这个，第一个想说的就是罗杰，当然这个是我的主观第一印象，一开始就感觉罗杰长了张路人脸，当时就想罗杰能当上海贼王自然有他的实力，但总觉得罗杰穿了身海贼们最常穿的衣服，戴了个海盗帽，扔在海贼堆里根本就不显眼。直到后面罗杰的事迹慢慢丰富，比如在空岛上留下罗杰到此一游的碑文，轻松拿捏和巅峰雷利平分秋色的巴雷特，一刀劈飞光月玉田，原地接白胡子的俯冲劈砍，罗杰的那张路人脸才渐渐的成为了天花板的标志。不瞒你们说，片头要不是旁白说他是海贼王，我就以为是个被处刑的某个小海贼。卡文迪许，海贼王里通常不允许这么漂亮的男人出现，还很臭美，虽然很特别，但刚开始对他的实力存疑，也不会想到他后来成为了草帽大船团1号船船长。后来看卡文迪许的确是草帽大船团里最能打的了，一旦开出第二人格，那就是敌我不分，嘎嘎乱杀，吓得巴托睡觉的时候也得用铁链子把他捆起来。第二人格也是轻松秒杀明哥干部德林杰，而德林杰其实也算明哥手下不弱的一个干部了。卡文迪许如果能和自己的第二人格和平共处，或许会更强，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乔巴曾经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暴走形态。花枝冰五郎，第一印象就是工地里一个矮小瘦弱奄奄一息的老头，不过越是这种人才越有可能是真的大佬，毕竟雷利当时还自己把自己卖给人贩子被关了起来，只不过冰爷缩水严重，实在是远没有当年的气质了。当年的冰爷也是和之国最有威望的黑帮大佬，是光月玉田非常仰慕的人。路飞能打赢凯多，冰爷也是功不可没，首先就是教会了路飞使用流动的霸气，然后老爷子也可会摇人了，一声号令几千武士轻轻松松。老沙被路飞早早打败，到现在还能混得风生水起的，老沙可以说是极个别，非要说那巴基也算吧。论战绩的话，老沙在阿拉巴斯坦被空挡路飞打败，就这条件以后还在新世界混什么？不过海贼王里面有2个非常奇怪的人，一个是谁都打不过就打路飞来劲的斯摩格，一个是遇到路飞就麻爪但跟谁都能五五开的老沙。所以老沙就是当你觉得他狼狈的时候，他一句撒西布利达纳，突然再给你来一个单臂挡鹰眼拦腰斩赤犬的操作。另外老沙因为吃了登场早的亏，所以强不强还不能全看战绩，老沙的谋略让他事半功倍。
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案例索隆，忍辱负重，梦想是成为世界第一大剑豪；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案例老沙，直接招募世界第一大剑豪。牛不牛逼，惊不惊喜？超新星怪僧，当年的超新星成的成，败的败，目前为止只有怪僧的戏份最少了。怪僧是当时超新星里面赏金最低的一个，1亿0800万，刚刚过线。而且长相怎么说呢，就感觉这货不强。然而他2年前在香波利群岛是唯一一个单挑揍趴和平主义者的超新星，虽然也没有完全打败，但怪僧好像一直都领先其他同学一步。在路飞去蛋糕岛之前，怪僧就打败了大妈的第4将星斯纳格，这哥们儿赏金6亿，随后被大妈除名了将星。然后怪僧在饼干和复仇大军的围堵下还跑了。后来怪僧一直是在空岛养伤修行，感觉他现在应该挺牛批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他登场。其实像这种扮猪吃虎的人不少，路飞这种人畜无害的长相，当时魔古镇酒馆里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戴草帽的小子居然值1个亿。所以如果开始怀疑一个拿鼻毛当胡子的人会不会打架的时候，那第6感可能是在提示你，这个人很有可能下一秒就要拔出刀来要秒人了。海贼王里那些非常规的大帅逼，海贼世界什么怪物都有，但也不缺帅的，在这里对帅的审美更是多元化的。有些人既不是卡文迪许这样的美男，也不是索隆、山治、艾斯、萨博、特拉南、香克斯这种的常规帅哥，而是越看越有气质和魅力。就像脸上一道疤，秀发齐刷刷，嘴里叼雪茄，克洛克老沙，一直觉得老沙很帅，属于那种谁都瞧不上，一副不服来打我的霸道总裁的气质。即便失败，也不能摧毁他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自信，因为他相信有一天自己会东山再起。就是这种欠揍又有魅力的自信。而且老沙非常注重打理形象，在推进城条件有限，当然穿着囚服也是帅的。刚出来就立刻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还叫了个人给自己擦皮鞋。而且注意看老沙的侧面，这个轮廓真的很像女人。豆豆鞋、七分裤、西装皮草都很酷，精神小伙叫多福。就明哥这气质、这穿搭、这身材，就算他真是个豆豆眼，那也是个虾系帅哥。其实明哥要是正儿八经的穿，真的是模特级别，那套酒红色西装才是巅峰。当年明哥还是个超赛，年龄大了也坏得更成熟了。只要给明哥上一个不是很拉垮的眼睛，明哥靠气质完全撑得住。大刀划船黑刀叶，小刀虐菜米霍克。帅不一定是俊美，帅也不一定要年少，不过帅一定跟气质有关。鹰眼刚出来的时候就感觉这人一定牛逼，樱木剑眉，面瘫加络腮胡，也不吝啬展示自己的腹肌，又稳又骚。鹰眼更有魅力的是有一种反差感，他能和香克斯这样本质上的逗逼玩到一起去，也能和佩罗娜这样的傲娇斗斗嘴，既能换上性感家居服喝红酒，也能扛起锄头就种地，然后和一群狒狒和平相处，本身孤僻的很，在海贼王里真的挺特别的。小丑妆容很拉风，世间最暖克拉松，丧暖怪异还带点可爱，让克拉松帅成了冷门。他曾经免冠的证件照看起来本身就挺丧的，双方卖傻把自己扮成小丑的怪异也只是表象，而温柔才是真实的。克拉松戴的那个帽子也还挺可爱的，可以感觉到和他哥哥明哥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矿班骑车睡懒觉，风衣眼镜背个包，敢动一动给你变冰雕。青雉当大将的时候不是感觉有多帅，因为青雉说实话也不是长得帅的那种，但是身材比较匀称。辞职之后换上便装，那个阶段就有一种浪子的感觉，主要还是靠气场，而且实力强，果实能力帅，站在明哥身后特别有压迫感。一双3米大长腿，高冷强大又宠媚，吃个圈圈被偷窥，只想围脖捂上嘴。卡二的话，要说俊美谈不上，要说五官端正好像也不是，但是这依然不妨碍卡二的帅。作为路飞的对手，卡二却相当正直且有家庭责任感，因为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卡二只想当一个完美的好哥哥，但比起这个，他更想当一个堂堂正正的战士。就像他妹妹伤了路飞的腰子，卡二表示我的腰子也不多，但我还是愿意赔你一颗，这一点卡二就可以帅出天际了。艾尼路也帅得奇特，装逼装的深沉，耳垂30公分，土归土，尘归尘，我是空岛至高神。艾尼路的长相和造型就挺有异域特色，而且他能把这种异域特色拿捏得很飘逸潇洒，再加上花哨炫酷的果实能力，在早期这真的算是燃烧经费了，可以让艾尼路帅得跟别人不太一样。虽然他的表情管理被路飞给干崩了，但就算这样，打眼一看也能感觉出来是一个崩坏的帅逼。另外感觉劲也是帅得过头了，没摘面具的时候就感觉身材有型，摘下面具发现他帅得也很有特点，皮肤黝黑，发型潮流，眼眶周围还有个刺青，而且这长得也太正派了。还有更剑走偏锋的，感觉革命军的乌鸦也很帅，他真的算不上好看，但是气场是关键，一看就不是白给的那种。还有马尔科这种，一开始动画组都把他的发色弄错了，说明马尔科这种扔到人堆里就是个长得像菠萝的路人。不过小马哥果实能力帅的一批，人又靠谱，说话还经常带一个优异的尾音，斯文的吊儿郎当，越看越觉得蛮帅的。总之海贼王里还真不缺帅哥，正经帅的那些不用多说，转而看看这些奇形怪状的，这些人感觉同样有魅力。
反派不仅死于话多，还死于事儿太多。对付路飞最忌讳的就是在大顺风局的情况下把路飞放虎归山，毕竟路飞有可能会在这期间饱餐一顿满血复活，或者找个老师恶补一下课程，再或者找到胜利的方法，回来就能翻盘。艾尼路败自然不是败在了实力上，而是浪在草帽一伙来到空岛的时候，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在艾尼路的掌控之下，视野全开的情况下居然能输，因为艾尼路根本没有把他们当成对手，而是几个陪玩。艾尼路甚至自己还传了个吃鸡的局，玩得可嗨了。在空岛难逢敌手的艾尼路可以轻松秒掉除路飞以外的人，但被路飞打了个懵逼的时候，艾尼路意识到这个事情不大对劲了。不过雷神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控制路飞的情况下，居然把他连人带球给扔下去了。艾尼路还是太相信自己的果实能力了，最后自己制胜一招也被路飞给打散。艾尼路明白了，永远不要轻敌一块橡胶，那可是神的天敌。同样浪输的还有莫利亚，在开局没多久就活捉路飞剪掉他影子的情况下，莫利亚只顾着去复活巨人奥兹了，全然没有把路飞当作威胁，甚至再次见到路飞的时候，不仅把影子如何物归原主的方法告诉了路飞，还和路飞玩起了捉迷藏。莫利亚的优势就这样一点点流逝了，于是在这期间就有了比当时2档3档还强势的梦魇路飞。当莫利亚回过神来，意识到问题有点大的时候，想用牵引来挽回败局，结果莫利亚都快被自己的能力给撑爆了，简直就是活靶子，被路飞打吐。和以上不同的是，明哥在得岛的计划和布局上并没有多浪，只是明哥并没有想到，当年在顶上战争被随意拿捏的毛头小鬼，居然成长这么快。当时明哥处理掉路飞，手拿把攥，不过还记得贪玩的明哥说了句放他走吧，这样今后才好玩呢。2年后得岛才好玩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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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好玩呢。明哥自己挖的坑，把自己给玩进去了。无鼠中将说喜欢玩喜欢皮是吧？不要怪我当初没提醒你啊。还有感天动地凯多老师，上面几个人完全是轻视了路飞的实力。凯多老师虽然口头上也嘲讽路飞你想当什么王来着，但作为人生导师，骨子里有教无类的本性还在，一棒子敲晕后还想着能把路飞招入麾下，培养成不错的战力。在所有对手里，凯多给的禁闭待遇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多少有点人身自由，干活就有饭吃，多劳多得。但是凯多老师人不狠站不稳啊，这一路上路飞利用中场休息从而反败为胜的技巧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借此掌握刘英算是第一个转折点。凯多也没料到自己小小的不当回事了一下，路飞后来能夸张到这种地步，所以路飞这一路的战斗经历基本上都是以下课上。那些大佬掌握着全盘优势，为啥会输？毕竟反派不仅死于话多，还死于闲事儿太多了呀。草帽一伙已经实现的小愿望，草帽团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梦想，以及拥路飞成王。当然这些最大的梦想还不着急实现，他们还有一些其他想要的东西，这些小愿望已经逐渐实现了。首先路飞想要的有很多，不过其中一个非常奇特的，就是他很早就嚷嚷着想要一个大大的铜像，从空岛有钱了就许下了这个愿望。但众所周知，换来的3亿贝利几经周折，最后也没能如愿。2年后在得岛，路飞望着居鲁士的雕像许久，他感觉这个人和这个雕像都贼帅。终于最后路飞成为得岛英雄，民众为路飞建了一座高大帅气的雕像，同时还有乌索普的，虽然不是最初想要的铜像，但起码这个愿望也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索隆除了喜欢喝酒，算是比较清心寡欲的，但索隆有一样非常想要的东西，在小花园的时候，借助乌索普的火攻，索隆用出了烧鬼斩这一招。事后索隆评价燃烧的刀也不错，所以后来索隆亲口说想要一把火焰刀。遇到锦卫门后，索隆对燃烧的刀更加感兴趣了，因为虎火流不仅能斩断火焰，更加标志性的还能在刀上附着火焰。其实早在对付龙马的时候，索隆就用了一招飞龙火焰击败了龙马，看起来更像鬼火。到了鬼岛，索隆用出虎火流烈焰斩，多次虐待普罗米修斯。索隆说自己已经学会了虎火流，虽然索隆不太可能再有一把火焰刀了，不过学会虎火流，能玩出类似锦卫门的虎火流火柳一闪，其实也差不多相当于有了火焰刀。娜美在小花园之后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希望自己不拖大家的后腿，能有一个趁手的武器贡献一份力量。这个愿望当时虽然看起来是很快就实现了，那就是乌索普给的天后棒，只不过当时是一个敢给一个敢用，所以娜美这个愿望的实现是非常漫长的周期。天后棒经历了多次的升级，如今融合了宙斯，娜美甚至也可以独当一面了。娜美的身心成长都清晰可见，实现了当初的愿望。乌索普一直有一个船长梦，外加8000部下，当然他出海前就已经是乌索普海贼团的船长了，这就另说了。乌索普在得岛一战封神，收获了数千迷弟，小人族的船甚至都是乌索普船长的形象，巨人族也把乌索普奉为神，所以神的愿望怎么能叫愿望？那只是神的其中一个小小的预言而已。山治的愿望也有很多，人鱼、奥布鲁、隐身，但山治的运气其实超级好，他一路都在实现愿望。人鱼见到了，奥布鲁他自己承认找到了，那就只能这样认为了。隐身也体验过了，而这3个东西其实可以概括为一个东西，那就是女澡堂。在和之国，山治用隐形黑进入了奥布鲁，看到了美人鱼，山治真的无憾了。乔巴，其实乔巴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追星一族，乔巴的偶像有很多，索隆、狙击王、霍古巴克，还有贝加庞克。
而天才医生霍古巴克正是乔巴的行业偶像。在恐怖3帆船，偶像的力量甚至让原本很害怕的乔巴变得无比期待，因为见到自己行业偶像是乔巴一直以来的心愿。收到霍古巴克的接待后，乔巴还要到了偶像的签名，愿望实现，非常开心。只不过后来霍古巴克因为医德问题，在乔巴心里塌房了，所以现在乔巴房间里挂的是狙击王的签名，而不是霍古巴克的。罗宾小时候被别人看作是怪物，被人欺负，一直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在奥哈拉毁灭的时候，萨乌罗曾经对罗宾说，你终有一天会遇到能保护你的伙伴。但这个愿望对罗宾来说并不容易，这一找就是20年。在阿拉巴斯坦，罗宾遇到了草帽一伙，起初成为伙伴的时候，罗宾显得很想融入他们，但罗宾始终觉得自己是一种拖累。终于在司法岛，伙伴们为了罗宾不惜向世界政府开战，而罗宾终于也有了当初梦想中的伙伴。弗兰奇的一些愿望也早已实现，建造海上列车和梦之船。不过一个将变态之名看作是一种捧杀的人，还有一个愿望自然是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弗兰奇收到的夸奖越多，他的愿望也将一步步升华。虽然不知道他最终将在这条路上走多远，但起码现在感觉他已经是个很成功的变态了。布鲁克总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这个也是他的心愿，但每次都会迎来无视或者暴揍。终于2年期间，布鲁克降临在了一个部落里，被那里的人认为是恶魔撒旦，那里的所有人都很乐意的帮布鲁克实现了这个愿望。慎平，自太阳海贼团成立以来，慎平都在为解放奴隶和愚人岛而奔波。在蛋糕岛，慎平终于想为自己活一次，那就是跟太阳团的兄弟们说，我要加入草帽团了，获得了全团的支持。慎平这个上船跨度真的很长很长，从愚人岛被邀请一直到蛋糕岛的宣言。只不过当时慎平要先处理完和大妈海贼团的关系，虽然受到大妈的阻挠，但最终慎平的这个愿望也得以实现。海贼王中那些超级离谱的骚操作，海贼王里有很多神人，永远不知道他们下一秒能干出什么匪夷所思的操作，有些真的是过于离谱了。十字工会悬赏海军，在最新一话中，科比的悬赏金曝光，价值5颗星。十字工会采用的和当时民歌一样的办法，1颗星代表1亿贝利，科比悬赏5亿，远高于同等级军官。自古以来都是海军悬赏海贼，巴基这帮人直接就是反向整活，恶心海军。所以虚假的海贼王向命运屈服，被海军处刑。真正的海贼王忍辱负重，爬到顶端，悬赏海军，不愧是你。不过老沙盘踞阿拉巴斯坦多年，家底很厚。巴基有顶上战争开直播的脑回路，鹰眼曾经被称为海军猎人，这3个人混搭在一起，也确实是他们仨能干出来的事儿。索隆做狗上也能迷路，事发地点和之国，从来不怀疑索隆的路痴能力，指南鸟跟在身边，硬是走回原点。不过索隆跟着路飞他们坐在狗背上，说着说着人就丢了，就过分了。然后路飞吐槽索隆骑着狗居然也能迷路，其实路飞也好不到哪去。曾经路飞还吐槽索隆白痴，他俩反正经常能干出这种卡在墙缝里的人嘲笑卡在烟囱里的人的这种事儿。神奇的裤裆，路飞他们下空岛的时候，路飞对那只空岛章鱼心怀感恩，但是没想到路飞居然把它塞进了裤裆里，一直带着。一旁的索隆表示非常嫌弃，乌索普直接就震惊成了章鱼，山治则是吐槽，你不觉得恶心吗？路飞完全不觉得。这还没完，后来在蛋糕岛的时候，伯克穆斯把路飞从镜中世界带出来的时候，居然把路飞藏在了自己的裤裆里。你说裤裆里藏章鱼还勉强能接受，裤裆里藏人，幸亏路飞在克利亚和卡尔那里提前吃饱了。男儿当裸奔，能干出类似这种事情的草帽团里有2人，弗兰奇和路飞，2人操作同时震惊当地人一整年。其实除了弗兰奇，草帽团里最变态的就是路飞。弗兰奇是个变态，因为他一眼就是个变态，但平时绝对不会有人称呼路飞是变态，因为路飞足够单纯。布鲁克的身体构造一直有个疑问，当然这也许是海贼王里最迷惑的行为。布鲁克明明是一副骨头，能打嗝放屁也就算了，他为什么可以吃饭？还真想看看他的进食过程。不仅如此，路飞在第一次见布鲁克的时候问他会不会拉粑粑，布鲁克居然会拉屎，他是怎么做到的？黑胡子的谈判技术，现在发现黑胡子真的很喜欢谈判，但是他的谈判一次比一次离谱。之前他绑架波妮跟海军谈判换军舰，就像是一个强盗绑架另一个强盗，想跟警察换辆警车，结果呢，军舰确实给他开来了，只不过一看上面还他妈有个赤犬。现在呢，黑胡子可能觉得当时没绑对人，又绑了科比，他觉得这回准行，想跟世界政府谈判，拿到蜂巢岛的统治权。一个4皇抢军舰或者占地盘，要不要经过世界政府的同意先不说，最骚的是，你说黑胡子守法吧，他毕竟玩绑架，无恶不作；你说他不守法吧，他一个4皇还老是想走什么正规途径，真懵逼了。不知道黑胡子是瞧不起科比的师傅，还是瞧不起世界政府，就很离谱。当然海贼王之所以也很搞笑，就是有太多的离谱骚操作，也造就了很多名梗名场面，没有了这些人整活，也就少了很多乐趣吧。草帽团里的偷家王，偷家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敌人眼里的流氓，队友眼里的希望，他们往往先远离主战场，通过隐匿、潜伏、蹲草丛，继而深入敌后搞事情。
帮助队友挽回败局。早在阿拉巴斯坦，山治就展示了偷的本领。当时路飞小队加上薇薇一共7个人，其中除了山治、乔巴，其他人都被老沙控制住了，还有个斯摩格充当赠品，一起落入陷阱。危难关头，山治在小花园发现了老沙的户外根据地，并和老沙通讯，不开玩笑的说自己是梅斯特王子，戏耍老沙。在电话里还自编自导了一出自己通话期间被老沙的手下打败的好戏，戏托说已经把梅斯特王子干掉，让老沙来赌场门口领人头，好一个调虎离山，釜底抽薪。然后乔巴冒充梅斯特王子在门口闹事儿，吸引老沙的注意力，因为能多段变身，让抓不住人的老沙很懵逼。而山治在薇薇的带领下偷进了地下室，最终在草帽一伙差点被淹死的情况下，将几个人解救了出来。后来在空岛，路飞被艾尼路打下方舟后，艾尼路乘着方舟往上飞，一方面准备报复社会搞破坏，但让艾尼路万万没想到的是，中途山治乌索普偷上了方舟，山治还破坏了方舟的动力中枢。知道真相的艾尼路气得直接就骂街，虽然后来是修好了，但是成功拖延了艾尼路的计划，给路飞再次上来锤艾尼路争取了时间。在水之都，前期山治又是单人带线，在路飞他们和陆琪他们初次对决的时候，路飞他们完败，路飞卡在了墙缝里，索隆卡在了烟囱里。娜美、乔巴因为找这俩人，最后还是错过了载着罗宾开往司法岛的海上列车。但在此前，山治又充当了骑兵，早就悠闲地来到了车站。在列车上，山治解救了乌索普和弗兰奇，3个人消灭了列车上大部分守军，从车厢打到车顶，从后面打到前面。不过最后依旧没能在中途救走罗宾。可是山治乌索普向罗宾传达了一个信念，就是大家都知道了罗宾牺牲自己拯救伙伴的愿望，而伙伴们一定也会去救他。到了司法岛，山治打败加布拉后，又开始未雨绸缪偷家计划，那就是后来偷进操控室，及时关闭了正义之门。在草帽团撤离时，正义之门关闭，卷起的漩涡阻挡了大批海军的追击，最后成功脱险。2年后，山治的偷家技术已经升华成偷人了。在德雷斯罗萨，山治和紫罗兰卿卿我我，虽然前面一直都是被紫罗兰玩弄感情，不过最后山治用骑士道精神感化了紫罗兰，不仅收获了重要情报，还间接把她拉进了自己阵营。虽然紫罗兰公主和明哥并不是两情相悦的那种爱情，但是山治这一波偷人的操作，怎么看明哥这一身粉红装扮也是有点冒绿光。花剑、玉田和鹰眼，由于红发断臂后，鹰眼不再跟红发切磋，每次登场也不会展示真正实力，又挂着世界第一大剑豪的头衔，鹰眼的实力反而越来越遭受质疑。身为世界第一，那就免不了要对比，一方面是对比2刀流剑豪光月玉田的原因，主要是顶上战争鹰眼和比斯塔的短暂对决。首先，花剑比斯塔的实力也很强，30年前就用着2把西洋刀，跟随白胡子南征北战，能和鹰眼多个回合交手不落下风的实力还是有的。鹰眼当时第一时间就认出了比斯塔，说明比斯塔在剑术的高手榜单里是能排上号的，而比斯塔则表示能跟世界最强剑豪切磋，这是剑士的本能，也感到荣幸。这明显比斯塔话里更多的是崇敬，而鹰眼是欣赏。但是在花剑生命卡上有这么一句，其剑术和鹰眼不相上下。如果要这么说的话，但凡是个剑术高手都能和鹰眼不相上下，红发的面子没了，世界最强剑豪的面子也没了。不过再看和鹰眼实力不相上下的下一句，在这场战斗中双方的刀都没有砍中对方，要是只是因为2人打了一阵太极，未分胜负就断定实力相当，这就有点草率了。相比于比斯塔来阻挡鹰眼，当时鹰眼显然是没把心思放在和花剑 PK 上，象征性的比划了几下。鹰眼当年是为了追克里克，从伟大航路到东海，砍了他50艘船也得跟过来，而这一次他只是为了去追路飞。为了保护路飞，先后慎平、比斯塔、达兹波尼斯轮番上去拦，路飞还用出了巴基替罪羊，最后老沙过来才把鹰眼给拦下。后来红发来了，鹰眼算是给个面子就撤了。除了慎平被秒那一段是加戏，但也没人真正能控制住鹰眼。全场从头打到尾，黄猿的衣服微脏，鹰眼的衣服也只是微脏。要说玉田和鹰眼的实力，出海前的玉田跟白胡子干了一架，后来被罗杰一招神臂击飞，只能说玉田那时候的实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虽然特效很唬人，但和罗杰、白胡子这样的强者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回到和之国后，才是他一生的巅峰时期，但那个时候的实力和武器依旧没有达到他的上限。如果玉田还活着，但是也没有如果。对比鹰眼现在的实力和刚出海时的玉田，显然鹰眼会强很多。设定上的东西，这么多年以来，鹰眼是唯一一个剑术方面有第一头衔的人，鹰眼的实力也是公认的。那孤傲的性格，老凡尔赛了，随身挂着小刀虐菜，
不遇到真正与之匹敌的对手，他也不会展露真正的实力。六式其二，月步和 T。在海贼世界里，除了恶魔果实能力，体术也尤为重要。一个能把体术和霸气修炼到巅峰的人，例如卡普，不吃果实依然可以成为毋庸置疑的战力天花板。而六式体术中包括月步、T、蓝角、指枪、指挥和铁块6个基础招式，或者说是种类。因为从六式上延展、进化、融合出来的招式远远不止6个，根据自身修炼心得，也可以创造独特的六式，可以说是灵活多变的综合格斗体系。六式中的月步和 T 2个主移动和移速的招式，是其六式的灵魂所在。其中月步又称空中步行，区别于左脚踩右脚上天的技能，类似于武当踢云纵，利用强劲的脚力踩踏空气，获得爬升、飞行和制空能力。因为一次不能在空中停留太久，需要连续踩踏，就有了空中步行的效果。当布鲁诺在草帽一伙面前施展月步时，当时还是很新奇的技能，让草帽一伙很懵逼。月步也能追击、摆脱或无死角地向敌人发动攻击。CP9 除了斯潘达姆，全员都会月步。2年修炼，山治被迫营业，在线学会月步，在愚人岛展示了类似升降机的玩法，并在空中发动 TG 的修炼成果，还学会了月步的延展版本海行步，在海里可以拥有媲美鱼人的速度，对于无果实的人来说是很实用。而卡利法的月步荆棘之路是利用月步跟敌人拉开距离，从空中用荆棘鞭造成范围性杀伤。六式之一的 T 在一瞬间利用爆发力连续踩踏地面数十次，继而高速移动，速度快的可以做到短暂的瞬间消失。六式高手陆奇利用月步和 T 开发出融合技 T 刀，速度和 T 一样，但更灵活，可以在空中和地面高速移动，闪展腾挪，并躲开2档路飞的攻击。T 铁块玉和超级旋转铁块玉，因无猫头鹰的 T 和铁块的融合技，利用高速旋转移动撞击，可以轻松撞穿一堵墙不止，也可以把人卷进去，带着人撞天撞地撞空气。但是被锁天锁地锁空气的人马形态弗兰奇给锁住了。T 作为六式基本功，也分3、6、9等。像当时 CP9 新人内罗说是 T， 但速度并不快，如果不配合利用更灵活的技能，会很容易被人轻易抓住把柄。先是被弗兰奇击败，丢了 CP9 的脸，在企图用 T 逃过陆奇的追杀时，被陆奇一招秒了。T 这个技能不光是海军，海贼里也有很多人会用。在进入和之国的时候，娜美居然用出了 T， 扑上来就给了不听话的路飞一拳。所以说，在草帽团里，娜美的体术和霸，海贼王里的正常人和非正常人体质。海贼世界打打杀杀，随时被嘎在所难免，但是有些人的体质就非常令人迷惑。先说2个非正常人体质。警卫门之所以被称之为锦皇，不只是多次给凯多下马威，还有他在凯多面前那堪比动物系的生命力。在和赤鞘武士一起在屋顶迎击凯多的时候，警卫门就结结实实的挨了凯多的一棒。本以为警卫门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结果不久之后就带着赤鞘众人砍了大蛇的几个脑袋，健康状态看起来精神倍儿棒，吃嘛嘛香。之后凯多从屋顶下来进行扫除计划，可能是看到警卫门还活蹦乱跳，有辱自己4皇实力的威名，凯多怒气爆满，这一次丝毫不留情，一棒爆头正中警卫门的头盖骨，而且还缠了霸王色，警卫门整个人都瘪了。凯多表示，这一次这货要还不死，我作为4皇颜面何存？那凯老师可能要失望了。警卫门不仅没死，还想挣扎着站起来。说实话，就算路飞脑门子上挨一记雷鸣八卦，必然也是当场就白眼了。警卫门呢，男人是真男人，但他这体质呢，也确实真离谱。随后凯多补刀，但恰好警卫门被罗斩断的身体当时没有拼接完美，暗暗躲过了斩击。正当警卫门庆幸还好看侍郎这狗逼已经死了的时候，旁边的看侍郎可要让警卫门垂死病中惊坐起了。这哥们儿还活着呢。看侍郎曾经被2次重创，鬼岛大战开局被小菊砍倒。要说小菊念在旧情没有下死手，那后来警卫门的绝情一击也没能嘎掉这个奸细。警卫门和看侍郎是你方唱罢我登场，2个人一直在比仰卧起坐，看谁腰力好。要说警卫门看侍郎这种非常人体质是和之国武士的标配，那迷惑的一点来了，阿修罗童子和乙藏的体质就显得正常的有些不正常了。阿修罗童子深受玉田和凯多的赏识，曾经砍伤过旱灾杰克，在九侠里的实力也是较强的一档。结果阿修罗童子被看侍郎的假玉田给炸死了。海贼王里的炸弹众所周知，尤其是2年前根本炸不死几个人，2年后的炸弹牛逼到离谱。佩德罗在蛋糕岛粉身碎骨，大妈在鬼岛被炸得没爬起来，后来掉入岩浆死了，这个消息至今还不敢相信。在海贼王里，要说这种级别的人被炸弹炸死，就感觉鱼人被水给淹死了那种感觉。现在看来，有淹无伤的定律要有所改变了。乙藏是在和 CP0 的战斗中战死的，乙藏以1敌2，和那个高个 CP0 指枪对手枪极限1换1，光荣下线。问题出在乙藏的战斗细节被省略了，死得非常突然和可惜。指枪这种技能感觉轻轻砸鱼是可以的，真没见过哪个大佬被指枪给捅死的。何况乙藏是白团主力队长之一，指枪确实是击垮重伤乙藏的致命一击。不过想起警卫门可以用脑门扛霸残，乙藏的胸膛却不能扛指枪。
所以说，与其说蚁藏的死不能被接受，是蚁藏的死法不能被接受。关于这种体质上的差异，还有更离谱的，比如古一娜从楼梯上摔下来死了。虽然具体不知道古一娜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但是海贼王里面这么嘎掉的人还是头一回见，就是正常的有点不正常了。相比之下，之前说的2年前的炸弹炸不死人，主要是集中在乌索普身上。乌索普非正常人的体质就不用多说了，阿拉巴斯坦这种头盖骨粉碎、鼻子粉碎、全身粉碎的伤痛，在乌索普身上也不止出现过1次2次了。所以刚开始乌索普会给人一种海贼王里的人都很抗造的错觉，可往后的事实并不是这样，抗造的人越来越抗造，脆皮的人那真是各种莫名的嘎嘣脆啊。海贼王中的10大神术。海贼王里有很多神奇的东西，但奇特又容易被忽视的就是那些矗立千年的神术了，有些术甚至关系到海贼世界和恶魔果实的起源。这期就来盘点一下那些见证过沧海桑田的10棵树王。1. 白萝卜树。在路飞2年修行的那座猛兽岛上，有一棵外形很像萝卜的树。路飞选择把草帽存放在这里2年，是因为这棵树所释放的气味可以驱逐野兽，这个地方也就成了岛上唯一安全的地方。在强者世界里，金狮子那里也有类似的植物，当时乔巴都快被眩晕了，非常讨厌这种植物。金狮子的这些植物对人也有害，人吸多了这种气体也会中毒。路飞的那棵白萝卜树对人是无害的。2. 巴姆大王。蛋糕岛诱惑森林的老大，4皇大妈手下比较高级一点的霍米兹。巴姆大王应该仅次于宙斯、普罗米修斯、拿破仑和海浪房间，但是巴姆大王的命运很悲惨，先是被克利亚削掉了头顶，然后被阿德曼的曼刀劈成了2半，缝好之后，在和草帽团逃跑的路上，又被大妈一招微果给轰掉了半个身子，最后被普罗米修斯给烧成了渣。巴姆大王为草帽团和他那昙花一现的爱情付出了太多。3. 亚尔奇曼红树。香波地群岛是最奇特的岛屿之一，因为城镇坐落在这些巨大的红树树根上，这些树会分泌出特殊的天然树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形成了这里的泡泡文化。和空岛的空贝类似，泡泡特产满足了这里居民很多生活需求，泡泡车、泡泡摩天轮、泡泡手提袋等等。因为这些树，这里还有着一群特殊的职业人群，那就是给船贴膜的镀膜师傅。4. 鲸鱼树。生长在象贝佐屋的一棵外形酷似鲸鱼的大树，也是毛皮族和光月一族世世代代情同手足的象征。树的里面被改造成了藏有历史正文的秘密基地，而且还是块红色路标历史正文。旱灾杰克为了抓雷藏，扫荡佐屋了好几天，就是没发现这么显眼的树有问题。5. 全知之树。奥哈拉乃至世界文明的象征。当远古巨兽象主还是个宝宝的时候，这棵树就是祖宗级别的了，因为象主1000岁，而这棵树的年龄超过5000岁。全知树藏有自古以来全世界学者们的重要文献，不过在22年前，世界政府对奥哈拉发动了屠魔令，整个奥哈拉和全知之树在炮火中被摧毁。在最后时刻，奥哈拉的人把重要书籍扔进了湖里，尽可能的保留了一部分历史和真相。6. 巨大藤蔓。在空岛的神之岛中央有一棵高耸入云的藤蔓，不过它并不是加雅岛的原生植物，在冲天海流把一半加雅岛怼上天空时，正好被这棵藤蔓给贯穿了，黄金钟也恰好被顶到了更高的地方，以至于艾尼路在这待了好几年都没有找到。这棵植物看样子也至少是好几百年了。在空岛决战路飞王者归来的时候，不得已将这棵藤蔓给砍倒，给娜美路飞当跑道了。7. 艾尔巴夫神秘巨树。在大妈的回忆里，艾尔巴夫有一个比例非常恐怖的参天大树，因为据大妈所说，艾尔巴夫的一切都比其他岛更大，包括岛屿本身，毕竟是巨人国嘛，一艘船就赶正常的几十艘大，所以这棵树究竟有多大可想而知。8. 杨树夏娃。提到亚当夏娃，可能会想到圣经里的人类始祖，海贼世界里的2大神树就以他俩命名，这2棵树会不会和海贼世界的起源有什么关系呢？杨树夏娃的全貌还不曾见过，但能看到仅仅是树根就比渔人岛全岛还大，香波地的那些红树在夏娃面前完全是 baby 级别。杨树夏娃将海面的阳光传导至海底1万米的渔人岛，渔人岛也因此有了正常的昼夜交替。9. 宝树亚当。传说某座岛上曾经发生战争，城市都被毁灭，但只有这棵树屹立不倒。后来人民在树的周围建立新的国家和城市，而且亚当宝树全世界不止1棵，售价也不菲，估计也是个庞然大物。弗兰奇抢的2亿贝利只是买了一部分宝树亚当，应该是1根树枝那种级别。罗杰团的奥罗杰克逊号和草帽团的万里阳光都是用的宝树亚当打造而成，虽然阳光号也受过伤，但质量依然是肉眼可见的顶级水平。10. 恶魔果实之树。关于恶魔果实的起源一直是遮遮掩掩，不过就拿路飞的果实来说，在海贼王的前作冒险的黎明里，恶魔果实树确实是存在的。橡胶果实乃至其他果实50年才能结一次果。到了主线里面，橡胶果实真正的定义是尼卡，尼卡是传说中生活在一棵橡胶树中的淘气精灵，从头到尾总之都能跟树有隐约的联系，感觉确实有什么神奇的东西孕育出了这些奇奇怪怪的果实。好了，以上就是海贼世界里的10大神树了。虽然这些树并没有多少戏份，只是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沉默的见证者，不过还是能感觉到一山一石、一草一木皆有灵性的感觉。果实中的隐藏大